哈哈哈！给我大口喝！瞅仔细了，谁敢偷懒，这就是榜样，瞧见没？在这北牢，人命比不上渣土。监工心情不爽，就拿我们寻开心，可恨我被王硕给阴了，推进这魔窟。靠！瞎杵着干嘛？赶紧干活！误了挖矿的进度，老子把你们全活埋了！挺住，要咬牙挺住。我是在北牢，家里还有老母亲盼着我，我绝不能死，必须得保住命活着。10为10块，估价0。断裂的镐头估价5块。极品冰种翡翠原石估价350万。怎么回事？难道我拥有了分析物体价值的外挂？350万，逃出去有门路了。王硕，你给我等着，老子迟早回去讨债。哼，还敢装死！大小姐，老爷子那边又下通牒了，听闻二爷近日领着几个青年才俊登门，要您去相亲。相亲是招个女婿，还是塞个提线木偶，方便吞并我的股权？可不是，老爷子也太古板了，竟放话说您是女流之辈，非得成家才有资格接管基金。我暂代了几年家族营生，某些人就急得跳脚告状了呗。去备车，随我下矿区。新来的，长相勉强过得去，站直了。报上名来。陆慈，不错。听好了，从此刻起，这个男人就是我的丈夫。顾大小姐，怎么有空来矿上视察了？这臭苦力碍了您的眼，小的立马把她赶走。这女人竟是顾昭昭，传闻中杀伐果断、把持矿脉的顾家掌门人，她要找我当老公。我现在需要个名义上的丈夫，他底子清白，而我刚好用得上这份清白。怎么，不乐意？顾小姐，你容小的解释，这瘪三就是个干苦力的。感觉如何？这份保礼你可还满意？这是拿我当顾家豺狼的挡箭牌呀！在顾家人命算个屁！我现在要是敢说不，吃枪子的人就轮到我了。哪能入顾小姐的眼，是我的造化。不错，我喜欢有自知之明的人。用活人送命，分明是在敲山震虎，警告我少动歪脑筋，老是给他当一条狗。你说的对。行了，让梁伯给货把把脉。这块留着，还有那块打包。打荡黄皮翡翠估价30万，废料估价20块。靠！尽管这边更乐意收华夏币，可这么多破石头加起来才30万，这全是一堆烂石头吧？梁老，这批原石的品相可还入眼？顾大小姐把心放肚子里，我把关的料子，保您在家族大会上大杀四方，拔得头筹。好，全部装车带走。慢着！全部装车带走。慢着！没搞懂这老家伙为啥专捡破烂，但这正是我立功换取归国传票的好时机，拼了！顾小姐，我没别的意思，只是这事儿关乎您在顾家的根基，您是不是再琢磨琢磨？多琢磨琢磨，不知天高地厚的小畜生，不会以为大小姐赏你饭吃，把你当个玩意儿，你就有资格指点江山了吧？还敢说再琢磨琢磨？你的意思，难道是说顾小姐的眼光连你这苦类都比不上？陆慈，我提醒过你，我喜欢脑子好使的人，还是说你真以为挂着新郎官头衔就能对我颐指气使了？绝无此意，
我纯粹是察觉刚挑选的那几块石头水分实实在在太大了。照你这么说，你在赌石上的造诣比我李聘的梁老还要高深。如果现在退缩，我这一生只配当条讨食的野狗，随时会被踩死的那种。一点没错。大小姐，我对这象石术确实略知一二，而且我敢押上脑袋，比起这位挑破烂的梁大师，我要胜过他千倍万倍。哎，你满嘴喷小可爱的野种，你胡咧咧什么？谁挑拨铜烂铁了？顾大小姐，你别听信这王八蛋挑拨离间，他就是条逮谁咬谁的疯狗。哟，梁大专家，我稍微起个头，您怎么就急了？难不成真藏着什么猫腻？你混账！你们聋了吗？还不快点把这满嘴喷粪的混球拉出去宰了！还不快点把这满嘴喷粪的混球拉出去宰了！陆慈，我做事的手段你应该有数吧？早有耳闻，外头传故事千金，貌若天仙，冠绝北洛，也是杀伐决断的主儿。既然知道，那你刚才说自己会象石术，此话当真？顾大小姐，千万别！我鞍前马后伺候您10来个年头啊！您难道信个野种，也不肯信我？梁伯，我的脾气你懂，别逼我再说一次。遵命。畜生，你洗干净脖子，你死定了！急成这样，这老匹夫绝对有鬼，不然哪来火气想弄死我？但这正合我意，局面越乱越好大显身手，离开的筹码也就越重。那咱们看呗。这姓梁的毕竟是顾昭昭旧臣，我不光要赢，还得赢出断层碾压感，绝不拖泥带水。找到了。检测到高冰种翡翠原石，预期市值380万元；检测到豆青种翠原石，预期市值75万元。哼，瞧你刚才牛气冲天，以为你有多大本事？就这，哼，居然去废堆捡不要的垃圾。不一定，这堆别人眼里的垃圾，怎么也比某些老废物管用得多。你个王八蛋，少卖嘴，开始切！梁老，雪花种估值110万。白玉种的估价75万。瞧见没，小兔崽子，这就是你我的天壤之别。趁大小姐在这儿，还不赶紧磕头领死？哼，不知死活！你以为老夫纵横大半生没后路？我早窝着一块极品好料兜底。陆慈，太遗憾了。我一开始还盘算看你皮囊入眼，留你解闷也是极好的。谁想你偏耍总聪明。顾小姐，定生死早了点吧。既然梁前辈自认天下第一，不如趁着大好时机，把剩下的也统统切开，让大伙开开眼界。你个混蛋！顾大小姐，这小子根本是虚张声势，您别听他的啊！接着切。好嘞，好嘞。难道我吞油水的事儿要败露？不可能，这小杂种肯定在等我自乱掌壮。没错，只要这局我稳赢，弄死他我就没事了。陆慈，你少装神弄鬼，首战你一败涂地，接下来的比拼只会让你死得更加难看。那就走着瞧。梁老这块全是显废了，一文不值。陆慈这块顶配紫心玉种，估价230万。梁老这块豆种价值大概72万。看老夫做甚？你不过是走了狗屎运，瞎猫碰死耗子，蒙中一块罢了。陆慈开出极品洋绿种，这估价少说450万。这估价少说450万，这简直荒谬至极，透视眼都不可能。前辈这话说的可就外行了，纯粹是我眼界甩了你10万8千里。倒是梁老您千挑万选弄几块破石头，连水花都没砸出来，您是不是得向大小姐交个底？大小姐，大小姐，是我鬼迷心窍，恳求您看在老头子这些年的伺候份上，放了我吧。还伺候？就是挑一堆臭石头糊弄我，看热闹，看我被赶出家族权力中心，是这份苦劳吗？
顾大小姐，使不得啊！求您留我狗命！10多年的老臣，一句话直接宣判死刑。这顾昭昭的手段确实毒辣的惊心，确实毒辣的惊心。我招，什么都招，幕后黑手全供出来，全盘托出，全吐干净了。是二叔顾正雄重金买通他，为的是在家族品鉴会上让您当众出丑，夺您的继承权。干得不错，算替我拔了暗刺。开口吧，想要什么彩头？我要机票回国，我要离开这里。大胆狂徒，顾总肯赏识你是福分，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。准了。说话算数。顾总不可。不过丑话说心头，你必须在家族对决中替我把老狐狸彻底踩在脚下，我绝不拦你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痛快！从此刻起，矿区归你发号施令，随你翻江倒海，只要能寻到让我傲视群雄的极品货色。陆爷辛苦了，身子酸不酸？要不小的伺候您捏捏脚。起开起开，瞧你笨手笨脚的样儿。陆爷，小的家里有个亲妹子，水灵得很，要不要叫过来服侍您？啊，这他娘才叫人生啊！行了，开工！劣质石块，价值3元，冰种毛料，估值150万。妥了，这块。妥了，这块。芙蓉种原石，估值210万；玻璃种原石，估值190万。那块还有那块，统统做记号抬上车。瞅瞅挖出来的什么狗屁破烂玩意儿！依我看，他们生来就配给咱们当垫脚石。这些货色固然能卖上点价，可拿去对付顾家亲戚拼刺刀，分量还是太轻了些。慢着，那是啥？顾总，连梁伯这种老骨干都反水，咱们真要信一个不知滴血的苦力吗？把心放肚子里，那种拼死想回老家的人眼里光芒装不出。倒是我好二叔，铁了心要把我这肥产山生吞活剥。铁了心要把我这肥产山生吞活剥。他们太得寸进尺了，老爷子刚病倒，他们就迫不及待作妖了。大鱼吃小鱼，丛林铁诀。玻璃种估值880万，芙蓉种估值1000万，岩层下藏高纯度钻石矿脉，标本估值750万。精密度逆推，深层钻石矿脉总体价值预估高达12亿。我靠，慢着，这是钻石矿原石，顺着往下探，居然有条高达12亿的钻石矿脉。陆爷，兄弟们刚见您皱眉头，就把死角翻了个底儿朝天，把料搬来了。您瞅瞅，有没有能入眼的宝贝？有，简直太有了！兄弟们立奇功了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既然大伙儿给力，我也绝不含糊。你们不用当牛做马了，回国机票算我的。陆爷仗义，陆爷再生父母啊！盯住，陆慈，别忘了这儿姓顾，你连招呼不打就放人，当规矩是摆设吗？你谈规矩，怎么着？这规矩够不够堵你嘴？你怎么？大小姐下令把矿山交给我打理，你跳出来，打算拿你的破规矩来打顾大小姐的脸？吵什么？行了，我早放话，一切陆慈说了算，他的每一个字等同我的命令。顶尖料子凑齐没？这钻石矿脉的事非同小可，眼下局势不明，绝不能走漏风声，必须先忍住，必须先忍住。喏，找好了，就这么一堆。顾总，那些全没救的狗屎选根本出不了绿啊！陆慈，给我个理由。顾小姐，没人比我更在乎命，我不会拿命开玩笑的。行，破例信你，但愿你说的是真的。装车。
哟，哼，顾昭昭回来了，顾昭昭回来了。我去，听闻豪门步步惊心，这前脚刚进门，就连指桑骂槐杀鸡有戏啊！差点忘了顾昭昭，怎么没见梁伯那条跟屁虫啊？难不成看你扶不起，飞了？梁伯这根插在我身边的针，二叔真是好手段，刚刚被我拔了，就不还给你了。话不能乱说，真凭实据呢。你自己手嫩留不住人，少在这血口喷人，往你二叔脑门上扣。都看清楚，你二叔请的鬼手沈三爷。这谁呀？出场架子够高。你没听过他，那是鬼手沈三，放眼北洛也是顶尖太刀，切3斩2的狠角色。是吗？探测到诺宾种，估值400万。到诺宾种，估值400万。探测到墨玉种，估值700万。我看也平常，没我厉害啊。极为难得，宝贝啊！昭昭，你拉回来那车臭鱼烂虾，早点夹着尾巴认输，二叔还能大发慈悲给你留点体面钱。你是吗？恕晚辈说实话，二爷您那些破石头似乎也上不得大台面吧？你个小兽说什么？活得不耐烦了是吧？顾正雄，谁见你狗胆碰我的人？难道说你想现在就在这正堂里跟我撕破脸？都放下！都是顾家后代，拿枪指着自己人是干什么？拿枪指着自己人是干什么？统统把家伙放下！哼，我当谁在这狂言？闹半天是从泥坑挖出的苦工，你也敢对沈大师指手画脚？怎么，二爷难道被我说中玄机，狗急桥墙了？你行啊，小兔崽子，骨头够硬。顾昭昭既然胸有成竹，咱们今天不妨玩大点，谁要是败了，就把矿产干股全盘奉上，敢不敢？顾小姐，这世上没人比我更怕死。成，我就压你这一撞，只盼着你别把自己的承诺当耳旁风。放心，一言为定，我接了。痛快！我倒要睁大眼睛看看你这副硬骨头能挺到几时。来啊，把切石头的机子给爷推出来！把切石头的机子给爷推出来！好极了！既然咱们顾家的后生骨子里都有这股子血性，那今日老头子我便坐镇当这个裁判，就看你们双方手里原石切出来的总价值，谁的价值高，谁就是赢家。顾昭昭，你最好现在就开始拜佛。大涨啊！二爷这块墨玉种估算480万，瞧见没？顾昭昭，这就是天差地别。你一个黄毛丫头，本分点，滚去给豪门配种。哦，是吗？只可惜二爷您这庆功酒喝的未免太急了些。第一块石头而已，最后谁把谁踩在脚底下，还说不准呢。哼！老子今天非把你们的脸打肿不可！非把你们的脸打肿不可！师傅，继续给我切！二爷，这块是罕见的极品高冰种，估值起码520万。顾昭昭，你还有什么临终遗言想交代的吗？二叔，我劝你赶紧跪地求饶，我说不定赏你口汤喝喝。别慌，对面的死期到了。明白。别在那儿喷那些没用的废话。师傅，把我们的料子搬上去。顾大小姐，这又是何苦撞南墙呢？老朽刚才扫了一眼那些破石头，全都是些显吃绿的朽木，休想切出半点绿来。那是你瞎了狗眼，根本没那个道行。你个不知天高地厚的蠢货！哼，真是不撞南墙不回头，临死还嘴硬。临死还嘴硬。顾大小姐，老天这料子居然是极品帝王绿玻璃种，保守估价780万，这绝对是假的！给我个交代！你不是说他们带来的是垃圾，绝对见不到绿吗？但我仔细长过眼的，分明是死料啊！二爷，你消消气儿，绝对是意外，纯粹是踩了狗屎运罢了。
如何啊，二爷？早提醒过您的，难登大雅之堂，现在心服口服没？臭小子，别以为瞎猫碰上死耗子就了不得了，有什么可猖狂的？哦，是吗？师傅，接着解。见光了，暴涨了！顶级的血域红肺玻璃种，预估950万。这怎么可能？还嘴硬吗，二爷？事到如今，你还有什么高见？你老天，我看二爷最值钱的，连人家最差那块的零头都摸不到眼儿吧？可不就是嘛！二爷这次老脸算丢到姥姥家了。做得不错，情况明了了，二叔。现在需要小侄女给您拨点退休信吗？行，好得很。顾昭昭，你以为你赢定了是吧？沈三，去车里把咱们的底牌抬过来。帝王绿，竟然真有帝王绿！这老家伙怎么回事？真能弄到这种极品？真能弄到这种极品？等等，这是表面贴皮子，内里注胶，吓我一跳。我就说怎么会掏出这宝贝，搞了半天是赝品。二爷出帝王绿1块，估价2600万。哼，好侄女，别白费力气了，跪下求求二叔，说不定还有转机。完了，既然真解除帝王绿，咱们可以投降了。不，是我们笑到了最后。顾昭昭，瞧清楚没？这便是你二叔的底气。我劝你还是趁早低头服软的好。哪只眼睛看到我们输了？陆子，别撑了，我那矿场压根没挖出过超过这玩意儿的原石。谁说的？顾大小姐，咱们手里不是还攥着最后一块吗？就用这块让你们见识见识。切，兔崽子，你那2下子确实出乎我的意料，但这帝王绿可是极品，就凭你那破烂玩意儿。二爷真是贵人多忘事，刚才打脸的事看来是不记得了。这天高地厚，我刚还琢磨你有点手艺，想让你当我的鉴宝奴才，但事到如今，你只有死路一条。是吗？可二爷，我怎么预感到笑到最后的还会是我啊？顾昭昭，你最好权衡清楚代价。现在低头认操，还能给你自己留一丝颜面。够了，陆慈的态度就代表了我的决定。给我切！给我切！哼，不见棺材不落泪。二爷把心放肚子里，我早翻过昭昭小姐的矿区，那地方压根就不可能产出超过我们的玩意儿。行，我就看你们今天怎么下台。这到底……切，弄虚作假，难不成这还能赛过我这帝王绿？慢着，这究竟是……我还当切出什么神物了？闹半天是一块水晶矿啊！哈哈，顾昭昭，你们脑子坏了，拿这种烂铜烂铁来丢人现眼。二爷，您看这当真是水晶矿？少废话！怎么，你还想硬说这是钻石啊？顾昭昭，赶紧认栽！顾昭昭，赶紧认栽！确实，这就是钻石。老太爷，这原石就是从大小姐矿场开采出的原生钻石矿，足以说明大小姐矿场不仅有翡翠，还藏着钻石矿脉，估价15亿朝上。二爷，够资格跟你那个帝王绿拼一拼吗？凭什么你说是钻石就是钻石？我还咬定这是废料。你都闭嘴！这真的是天然钻石矿。昭昭你好啊，好啊！你把咱们家族的底蕴又往上抬了一阶啊！那么二爷，现在是谁栽了？你们行，算你们有手段，以后慢慢算。站住！二叔，您是不是忘了什么物件了？顾昭昭，你真的确定现在非得跟我撕破脸？怎么？这白纸黑字的赌约，难不成是我逼您立的？哎呀
哎呀，看看这是演的哪一出啊？血浓于水的一家人，怎么还掐起来了？老爷子您瞧瞧，郑雄不过是图个乐子，昭昭这孩子怎么还当真较劲儿了呢？二爷这块毛料背后的猫腻恐怕不少吧？莫非他瞧出娟你了？这玩意儿可是贴过皮的，不可能。段家的造假技术一向滴水不漏，这王八蛋绝对是在故意诈我。混账！这野种居然敢在众目睽睽之下把屎盆子往咱们顾家头上扣！顾家头上扣！对呀，爸，依我看，这小子分明就是故意想给咱们顾家下不来台呀！你们都聋了吗？还不赶紧把这疯狗给我嫁出去！废了！都慢着！怎么，昭昭要为了一个不知底线的外人来倒戈对付你亲生二叔？你哪只眼睛看到他是外人了？爷爷，他就是我挑的如意郎君。胡扯！顾昭昭，你脑子进水了！不结段家亲事，居然去捡个苦力当你的老公，还杵在那干嘛？大小姐失心疯了，还不快把这王八羔子拽下去！退下！年轻人，我承认你的眼力确实有两把刷子，但你仅凭一张嘴说老二弄虚作假，最好有个说法。最好有个说法。那老太爷，若是我能证明我刚才讲的千真万确，要是真能掏出证据，我当着全族的面给你下跪，倒贴你们5000万。成交。可要是你拿不出证据，顾昭昭手里的份额全给我交出来，敢不敢赌？没问题，我替他应下。把心放肚子里。切，死到临头还装神弄鬼，证据在哪儿呢？你要证据是吧？敢砸碎我的帝王绿，3000万的旷世奇珍！你这畜生，今天谁出面都救不了你！顾昭昭，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，这就是你挑的夫婿，把咱们顾氏仅存的体面踩在脚底。陆慈，我要你立刻给一个能让人信服的说法。能让人信服的说法。价值3000万的帝王绿，前提得是天然的才算数。二当家的想说，原石内部还能分泌出树脂胶。你怎么可能看破？是你们干的！你和顾昭昭串通设套，这石头是你们提前布置的。那这块赝品也是我们逼您摆上台面对赌的。辨不出真假叫有眼无珠，想吞侄女家当叫不仁不义，大庭广众用赝品糊弄叫厚颜无耻，抹黑顾氏脸面叫大逆不道。就凭你这不仁不义、不孝无耻的蠢货，也有脸自称赢家，有脸反咬我们出千？小畜生，闭嘴！顾家的脸让你丢尽了，家的脸让你丢尽了，还不赶紧滚！爸，我真的是被……怎么？稍等，二叔是不是把关键物品忘在这儿了？爸，救我！还不利索点儿，把产业划到昭昭门下？难道你还打算给小辈下跪磕头吗？我给顾昭昭、陆慈，别以为你们赢定了，梁子算是结死了，咱们慢慢玩。烂泥扶不上墙。昭昭啊，干得漂亮！这次挑的帮手，爷爷100个满意，都是爷爷言传身教的结果。不错，真是后浪推前浪啊！表现完美，替我拿下最要命的一仗。提要求吧，能想到的都满足。顾大小姐，我想回国。我想回国。你有这么逆天的本事，留在北捞什么得不到？跟我提回国？北老金山银山也抵不上老娘手里的面踏实。行啊，只不过……顾小姐，你可是许下承诺的。承诺当然算数，可有人不愿留你全尸。今天把我二叔的脸踩进泥里，你以为他会放你一马？你爷爷由着他。你真觉得我跟二叔撕破脸是偶然？那老狐狸只向胜利者倾斜。北洛第一家族攀上沈家，二叔不敢动你。沈家什么来头？沈老太爷最爱结交青年才俊，过2天他寿宴要办一场古董原石拍卖局。拍卖局？
这他妈简直老天爷帮我递枕头，帮我递枕头。不过嘛，你大可不必费神，看在你本事通天，我也不排斥让你当男主人。让我每天刀口舔血，还是晚上捧着女罗刹睡觉？拍卖局好啊，我最喜欢拍卖局了。顾大小姐，我记起水烧着了，我先闪了。真够特别，放眼偌大的北户，还真有敢拒绝我。妈呀，魂儿快吓飞了！刚刚那一秒真以为交代了。咦，古玩市场，一时回不去，不如扫点便宜货，手里有硬通货才是旺旺。接住他，不能让他溜了！慢着，这公寓子盲。给老子追死他！闭嘴别叫，他们还在外面转悠。我靠！大姐，我冒危险把你捞回来，恩将仇报太毒了吧？姑奶奶，快别喊了，把人引回来都交代在这儿。消停点，我他妈好人！你知道是不是跟孙子穿一条裤子跟我演苦肉计？被迫害妄想症吧？成，我对你图谋不轨，行了吧？我对你图谋不轨，行了吧？图财还是图人脉？敢碰我，见不到明天太阳。我就要你腕子上那个镯子。没开玩笑，豁出命图的就是这个。不然以为呢？有眼无珠的蠢货！拿去，给你。承蒙惠赐，漂亮妹妹。我靠，陈年旧伤全修复了，体内像装核反应堆，别说打10个，干翻1个连都不喘气。在这儿呢，缩在这儿了。怎么不跑了，小婊子？非把你扔窑子里去！非把你扔窑子里去！你怎么人家了？这么大杀意！天大冤枉，见都没见过。这小贱人搅黄了天大生意，懂事就赶紧滚蛋！几位大哥通中通融，我出点血当精神损失费。慢着，你是不是倒插门的野种陆慈？拿这小娘们复命，还能赚500万暗花，兔崽子，下辈子投胎放亮点招子。顾正雄被乌鸦嘴说中了，这老王八蛋不想让我活，这笔血债迟早要他拿命填。这回听明白了吧？谁连累谁还不好说呢。嘿，你这姑娘心眼怎么这么小？我靠，这雷还是你引来的吧？这雷还是你引来的吧？胡说八道些什么呢？跟这儿说相声呢，狗男女一块排队投胎去吧！闭嘴！你们瞎了狗眼，知道本小姐是谁吗？别白费力气了，姑奶奶，人家摆明要你的命。当心上面！老天爷，身手太变态了吧！你说这帮人顺着我的味儿追过来，什么意思？把你那根银棍子拔下来，瞧仔细。什么银棍子？什么银棍子 ？GPS 微型追踪器，你怎么瞧出端倪的？什么怎么瞧出来的？两眼一扫就明白了。想弄死你的人真下血本，这80来个 W 的发簪说掏空就掏空，装小伟。这根本说不通，我的随身物品都有安保团队筛查，要命的纰漏怎么可能发生？酒囊饭局呗，你当这世上谁都跟我一样啊？总而言之，这镯子归我，
在这群煞星手里把你捞出来了一次，咱们账一笔勾销。撤了。哎，你先别走。咋的？还有售后服务？咋的？还有售后服务？下手这么黑，还能一眼看破几十万的古董暗藏玄机。我看你这身行头不像富贵人家，不如考虑给我当保镖。放心，1个月120万。不是，怎么这北裸的娘们都好这一口？顾昭昭是，这丫头也是。免谈，没那闲工夫。先钱不到位，价码随便开。我身份其实是……哎呦，我祖宗，你闭嘴吧！小爷，我现在只想回家，可不想知道你是哪尊大佛，趟你们浑水。你个不识好歹！没门！我赖上你了，你救了本小姐，你就得管到底。陆慈，你没出什么岔子吧？我见鬼了，怎么这女魔头阴魂不散？陆慈，这位姑娘是……顾大小姐，您听我解释，这我碰巧撞见的一个老熟人，800年没联系了，叙叙旧。那顾小姐，您这是？我底下人说，有人打算在这儿要你的命，领我2叔赏金，就带人过来了。不过，没瞧出来，你硬功夫竟然这么扎实。见笑见笑，瞎猫碰耗子，全凭运气。既然麻烦都清除了，回去吧。得，听您的。那陆慈的这位红颜知己需要顺路捎一程吗？劳您费心，已通知家父接我的车队马上就到了。好，顾家上门女婿有点意思，有点意思。大小姐，您没伤着哪里吧？我很好，安叔。去摸清一个人的底，顾家的新顾爷。天黑前我要看到他的详细档案。大小姐，这……不敢。刚才巷子里的女人真是普通朋友？不然呢？顺手救下的路人甲罢了，连名字都叫不上来。最好是这样，陆慈。既然挂上顾家姑爷头衔，我不希望你惹出桃色新闻，影响顾家声誉，懂吗？明白明白，懂。总不能让外人觉得顾大小姐招了个废物，砸了招牌嘛。紫檀木臼盒预叫价4万。紫檀木臼盒预叫价4万。千万虫草就这么摆在我眼前了。喂，顾小姐，稍等一步，我这有事儿。你，哎呦喂，爷好眼光，赶紧上眼瞧，我这可都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宝贝。拉倒吧，这堆流水线破烂，有件比我岁数大算我输。老板，这玩意儿多少钱？爷真懂行啊，一上来就摸到镇摊之宝了。这可是大清官窑出来的极品珐琅彩。少扯没用，直接报数，不二价，12000。大清官窑珐琅彩，老板，你这大清的瓷器底下还习惯用记号笔标个生产瓢号是吧？陆慈，这一眼假的地摊骗外行的，你跟他耗什么劲儿？走了。行。二位看看别的嘛，价钱都好说。陆慈，没事。现在能老实做买卖了？那是，老板您看多几个嘛，哪个对眼便宜给你了。这还差不多。这个凑合。那是，这可是我特意淘换的尖货，算您35000。顾小姐，撤。别介，老板您给个准话，您说多少就多少。5000。500。得，算我交个朋友。反正这破烂废品占80块买的，卖500赚。哎，老板，我瞅着拎这些玩意儿碍手碍脚的，不如你把这木头匣子也顺道送我吧。那哪成啊！坏了，难道这老油条知道里头的猫腻？这盒子好歹也是实木料子做的，哪能白拿呀？最少得再添100。行，陆慈，你刚才那些东西明明都是些垃圾，我不信你看不出来。我知道。那你刚才怎么？
不过谁说我看上那些破烂了？我真正想要的是这个。这不就是个大街上的旧木盒子吗？等等，这包浆触感竟然是绝版老料，所以你刚才瞎折腾那么多，就是为了想要这个木盒？这还不是全部。顾姐，你看，这橙色极品虫草，陆慈，你的意思是？你刚才仅花了600块钱就买了这么一个1000万级药材？运气罢了。对了，顾小姐，你瞧瞧，这极品虫草对顾老夫的病有没有帮助？我记着您之前提到过令尊暴患了，所以你看这个东西有没有用？所以，陆慈，你刚才特意停下，就是为了把虫草搞到手，送给我。你这家伙心意领了，但我爸状况不是猛药能拉回的，这极品还是留着你自己用吧。顾姐什么意思？我刚刚才提醒你，沈老太爷大寿有场拍卖会，明晚你就拿着这个宝贝，让沈老见识见识本事。行。丹绿底翡翠王料，预铸价55万；蜻蜓玻璃玉杯，预招价120万；预招价120万；至尊翠色翡翠原料，预招价7500万。我去，这是极品帝王绿，这要是拿下，再当着沈老头的面切出来，那我岂不是赚足了脸？哟，这不是顾昭昭吗？哪阵风给吹来了？来嘛来嘛，让本少爷好好瞅瞅。撒手，段奕晨，我告诉过你多少回，咱们毫无瓜葛，你最好离我远点。顾昭昭，整个北岳谁不晓得顾老爷子快咽气了？这节骨眼上怎么你不往我身上贴？难不成还指望你跟前那条随时暴毙街边的野狗来给你撑腰啊？段奕晨，当真是你！顾大小姐说差了，这不叫下黑手，不过收拾一条野种罢了，是吧，小矿工？是吗？我倒觉着我这骨头还挺硬的，好歹顾小姐挑中的是我，不是哪只癞蛤蟆似的从里烂到外的货色。从里烂到外的货色，你这真有你的！来人，保安呢？人都死哪儿去了？你们刚才聋了吗？这杂碎就是个刨石头的贱民，这地方是他有脸待的，赶紧轰出去！我去，这疯狗动真格的了。睁眼瞧清楚，穷鬼，这就叫阶层的鸿沟。哦，沈大小姐，我倒是不记得我沈家的守卫几时轮到段家的人来指手画脚了。感情她就是沈家的千金小姐。误会，沈小姐可别生气，就是这货不过上不了台面的苦力，我也是怕他污了沈家的门面。住口！陆先生是我的救命恩人，你说他是贱民，是在质问我吗？岂敢！如何，陆先生？如今是你反倒欠我一份情了吧？老天，这小妮子真这么记账的？当然。如何，段公子？我站这儿，眼下到底是谁在丢人现眼？陆慈，算你横，有种跟我赌一把，就赌咱俩今夜谁淘的宝值钱，给沈老爷子呈上的寿礼分量重。输的掏2500万，还得当着满堂宾客跪下给赢家抠3个响头，有种没有？陆慈，不要！段家根深蒂固上百年，段奕晨更败在韩老怪门下，你斗不过他。怎么着，陆慈，你不会怂了吧？土包子终归是土包子，沈芷这是铁了心把我往风口上架，现在认怂就是孬种。沈老太爷绝不再拿正眼挑我，输了磕头更难看。就算顾昭昭死保，我也只剩绝路一条。段公子这是把我当软柿子捏了啊！成，我应了。等会儿老子用底牌阴死你！哼，不自量力。那陆哥，我先回我爹那了，你争气哦。顾姐，怎么没见沈老爷子的影子？怎么，你不拿出点真能耐，当沈老爷子那么容易露面啊？明白。诸位来宾，下一件标的部为清长玻璃玉杯，起叫价25万。蜻蜓玻璃玉杯，珍稀，估值120万。嘿呦，不赖。
能捞一笔。35万，55万，55万，还有加价的吗？什么路数？莫非段家小子想跟我打消耗战？那正中我下怀。不成，再探探。75万，130万。上套了。段奕成，你诚心的吧？哎呀，顾大小姐这话从何说起呢？拍卖嘛，出价高的就是主子。怎么，你们顾家那倒插门的不顶事儿了？哦，既然段大公子您这么中意，那这只破烂碗便归您了。算你长显色。所以我说，有些人就该先掂掂自己骨头有几斤几两。陆慈，放心，我心里有谱。下一件珍品是纯级极品冬虫夏草，起拍价600万，650万。顾剑桥，咱杀个回马枪的机会，这不自己送上门来了吗？700万。等等，陆慈，那虫草不是你自己的吗？你怎么？所以陆慈是想让段奕晨自己搬石头砸自己的脚。950万，顾昭昭，你们今晚打的就是拿着虫草较劲沈老爷子吧？想求他给顾家撑腰？哼，只可惜呀，你二叔早把你们那点底细全抖落给我了，想翻盘，痴人说梦。哦，段大少，恐怕未必。极品虫草1050万。你也配叫价？1300万，1400万，1600万。芝芝啊，这就是你赞不绝口的奇才，看着也不怎么样嘛。爸，我下面有点事儿，我过去一下啊。哼，这疯丫头。1800万，2100万。老天爷，2100万！这顾家的上门女婿没机会了。可不，这根本不是一个量级的。陆慈，要不要我出手？什么？沈大小姐，没拱错的话，这可是沈家的地盘吧？你为了这个男的，要砸沈家自己的招牌？台上杵着那个磨蹭什么？2100万一次，2100万2次，2100万3次。落魁，恭贺段公子拿下极品虫草。睁眼瞧清楚，陆慈，这他苗就叫实力碾压，你连给老子提鞋都不配！哈哈哈哈！漂亮，实在漂亮。段大少不愧是财神爷转世，气魄无敌。陆慈，你抽什么风？你不也指着这虫草去沈家讨赏吗？你怎么？谁告诉你我们稀罕那破草了？看段大少兴致高，顺水推舟给你抬轿子，省得落了排场。说到底，那玩意儿本来就是我们的。你们敢给我下套？怎么着，段奕晨，你还打算在我沈家眼皮底下撒野？我就信陆哥本事。对了，陆哥，你说这草砸了几个子儿？这笔账啊，6张红票子。严格来讲，这还是买金丝楠木盒的本钱，这虫草算是赠品。天哪，这么说，段大少刚砸2100万，买回的竟是陆哥600块收回来的。2000万买天头，段少爷真是当活王八呀！这下段大少脸彻底摔泥坑了。好，算你狠，陆慈。陆慈，别以为你笑到最后，别忘了咱们赌的局，比谁手里货更价值，我倒要瞧瞧你能得意几时。强装镇定，丢人到家了还不服？正主登场，就是这顶级紫玉，系统标过价，保底7500万。下面看这块料，高棉老坑原石，底价60万起，90万，110万，130万。表皮黑漆，全身狗屎屎。陆慈，你真以为这坑我还能掉进2次？哟，
那段大少这回脑子真转过弯了。130万1次，130万2次，130万3次，成交。恭喜先生。稳妥了，顶级紫玉，这把稳赢。陆哥，你确定这破石头里有东西？瞅这长相，连最次斗种都难出。放心，绝对错不了。接下来这件宝贝来自东部墨西干翡翠原石，底价800万，1800万。高冰种绿翡翠，里面连撕裂都没有，值3500万，值3500万。这姓段是学到点东西。看清楚了，陆慈，玩阴招算个屁！我们段家有的是钱，拿好料砸死你，跟我拼家底。2300万，2800万。线报传来了，这石头是韩老怪给段奕成挑的，专为在我爸面前充卫冕，砸多少钱都不亏。那有什么关系？哪条法律不让老子顶自己的价了？别忘了咱们打的赌看总价，就凭你那破石头，我就等着看你下跪认错。是吗？那段大少，敢不敢再跟我加码赌注啊？沈老爷子，可算把您盼来了。请您老过目，这是晚辈给您备下的贺寿薄礼，市值不下3500万，市值不下3500万，愿您老福寿绵长。手质细腻，颜色纯，不错。段小子这料子砸了多少钱？2800万。稳扎稳打，不错。陆慈，你的寿礼呢？沈老爷子，这是顾家给您的贺礼。这是什么？沈老看好了。不是陆慈，你真觉得这烂石头能跟我的高冰种叫背？不，等等，这是顶级紫玉，这是顶级紫玉。什么沈老，您绝对打眼了吧？这就是一块烂石头，怎么可能是顶级紫玉？不，绝不会瞧走眼，铁定是绝品紫玉，而且通体晶莹，水光十足，保守估价7500万。如何，段大少？我的贺礼把你比不过吧？成，算你毒。走。留步，段公子，你是不是漏了桩事儿没兑现？顾昭昭，一条活路都不给。怎么着？这局是你设的，注是你下的，现在想耍赖不认账？怎么，段奕晨，你想在我沈家地盘上食言？行，你们给我等着！行，你们给我等着！段大公子，3个响头还没磕呢。给沈老爷子道安。不赖，顾家丫头把你这档子事儿全抖搂清楚了。年轻人有两下子。这样，你跟我干，我保证这北抹地界谁也不敢动你一根头发。闹呢！小爷我攥着金手指，搁哪儿不能发财，非得蹲这破地方看人脸色。沈老，我一门心思只想回国内。怎么，你这话的意思是要推了我？老爷子，您千万别误会，陆慈绝没有那份心。他刚从矿底下逃出来，想家想魔怔了。您别跟他一般见识。爹，陆慈可是救过我命的，你答应过不刁难他。爹，陆慈可是救过我命的，你答应过不刁难他。你要再黑这一张脸，我就真不理你了。哈哈哈哈！好小子，性子倔，对我胃口。成，瞧在我闺女的面上，我跟道上的弟兄全打声招呼。打今儿起，谁找陆慈不痛快，就是跟我沈怀正过不去。谢过老爷子。陆哥，我给你解了天大一个围，你不得好好犒劳犒劳我，请我凑一顿大餐吗？沈小姐，陆慈是我顾家的人，我才不管，我就要跟陆哥待一块儿。我的老天爷，这算哪门子事儿啊？
我就想平平安安买张机票回国内。窝囊废！顾家钻石矿多，要紧你不知道，竟输给一个刚刨出土的穷鬼，还当众放话再不碰顾昭昭。爸，我也没料到那小子邪性，他像是能隔着皮壳看透里头的料。住口！少找借口搪塞我，栽了就是栽了。爸，我那父亲顾家要么不下手，要么下死手。能吞了顾家钻石矿，陆慈想让他怎么死，他就怎么死，他就怎么死。是。喂，赵赵，汪江阁，好，这就过去。总算能吃顿清净饭了。这地方待一天，心跳就快一点。赵老师，那女的是周婉。好啊，当初联手王硕把我坑进北律，旧账还没清，他倒自个儿找我枪口上了。陆慈，尽管放宽心。兄弟，落个名儿，去北贸干满1年，回来全款直接拿一套房。赵老师，求您拉我一把，就签个字做个担保，绝对不会惹半分麻烦，绝对不会惹半分麻烦。我妈急等着这笔钱，这字我万万签不得。你们干的事我一窍不通，万一出了岔子，我扛不住这个责。你100个放心，赵老师，保证万无一失。周婉，赵老师分明不情愿，你就甭这么死缠烂打的硬逼了。我当是哪位？原来是给我诓来北牢的冤大头。怎么，没烂在矿坑里，还敢跳出来多管闲事？周婉，捅来的人在哪儿？喏，不就是他？底子干干净净，保准能出个大价钱，保准能出个大价钱。不赖，模样挺够味儿。走，跟我们进去。我准你碰他了。哼，蹦出个找死的，什么玩意儿？知道我背后是谁？沈家。这条街上敢拦老子事儿的，还没投胎呢。没毛病，陆慈，听仔细了，是沈家，你也配横插一杠？赶紧滚，要不然连你一块儿办了。沈家下软腿了吧？长点眼力见，赶紧滚，否则把你骨头一根根拆了。陆慈，听说沈家手眼突天，别拖你下水，快跑！别拖你下水，快跑！他们真什么都做得出来。那我偏不呢？给脸不兜着，那就别想站着出去。上！谁敢碰他一下？陆迟，伤着没有？放宽心，没事。没事就好。陆慈这小子可以，有底线有骨头，是块璞玉。你抓紧盯牢陆慈那小子。爹，人家不知道多想家呢，人家不知道多想家呢。放心，老爹没看走眼，他骨子里带野性，走不远的。北贸才是他天地。原来傍上个掏钱的富婆，我以为多大能耐，吃软饭的废物。本小姐乐意护他，
你管得着？狗东西，把嘴闭牢，不然我给你堵上。彪哥，他杀我！你快给他点颜色看一看。模样挺俏，怎么着？跟那个窝囊废不如跟我，保你在北澳好吃好喝，要啥给你啥。对，现在知道怕了，不给我脸就是打沈家的脸。小娘们儿，劝你看清形势。沈大小姐，沈大小姐，张胖子，这人刚才自称沈家，说忤逆他就是忤逆沈家，还要弄死我，真的？岂敢！大小姐，是我不会教手下，我罪该万死。姐夫，对个臭丫头客气啥？他不晓得哪儿蹦出来的。混账，住嘴！眼瞎的东西，这是咱沈家大小姐，你的靠山就在眼前。大小姐，您消消气儿，等会儿我非把这畜生扒层皮不可。姑奶奶留情，是我下了心肝，求您高抬贵手，把我当屁放了吧。这怎么可能？陆子，你凭什么能当上沈家千金？早干嘛去了？没门！这帮人打着沈家旗号作福，败坏清誉，通通绑了，送巡捕房。通通绑了，送巡捕房。别碰我！陆子，我后悔了，求你给我一次机会，念在老同学的情分上，你替我求求情，放过我吧。从前跪求你们网开一面时，怎么没见你们顾念同学情谊？顺便提一嘴，传个口信给王硕，我马上就回去找他把账算清。他拿走我的，我会让他一分不少还回来。陆慈，真的是你？孩子，你如今变化太大，我刚都没敢确认。说来话长。对了，赵老师，您不是在国内高校任教吗？咋跑北挪来了？还惹上周婉烂人？我母亲得了绝症，手术费是天文数字。周婉吹嘘这里捞钱快，结果我眼下准备盘几个盘子，缺可靠人手，不如赵老师就在这儿给我搭把手吧。阿姨治疗费我全包。雪中送炭，多谢你，陆子，这可是救命之恩啊！抱歉，老师没控制住，真是打心底感激你，陆子。别见外，过去在大学，若非您死保我学历证书早飞了。那我先去医院订床位，晚点我再跟你碰头。以宁，陆哥，正式引荐一下，这是我铁杆发小乔以宁。幸会，鄙人陆子。久仰，久仰。这一着，竟和开启我金手指的那块原石毫无二致，同宗同源。以宁，你怎么丧着脸，看着愁云满雾？谁惹你了？糟心事，砸1200万替爹收了幅文征明真迹做寿礼，可左看右看总觉得不对劲。来得巧啊，陆哥可是古玩圈大拿，让他长长眼，立马变出李鬼囊赔。可是陆哥这岁数，能拿得准文征明的话？这确实绝非文征明亲笔。预感没错，这1000多万算发水漂了。不过这是沈周的。没开玩笑吧？陆哥，别逗我，这明明是文征明一派，咋可能跳到沈周头上？因为这是套话，上面是后辈造的假，真正值钱的硬通货被裱在底层。老天，砸1000多万的把，居然捡了4000万大漏，太好了！我爹乔姐肯定高兴。陆哥，你真是妥妥的福星。以宁，你怎么了？你别吓唬我呀！
这玉镯带来的异能，竟然不仅能看穿死物件，如今连人体也能看透，锁定病灶了。陆哥，你咋还傻站着？赶紧支招，以宁快没气儿了！等急救车来不及，快给我弄套金针来！行，马上！快把那套施针用的端过来。哎，陆哥，你干什么？他不就仗着曲线比我火辣点吗？要拖也得是我先来代劳啊！火祖宗，都什么时候了？他心脉停了，不敞开怎么找穴道施针救他？当真？废话！废话！完事了。那这以宁他这也……谢天谢地，以宁你总算醒了，急死我了！我缓过来了，谢了陆哥，我真是坐井观天了。没事就行，就是刚才你手镯没收住力碰碎了，真是抱歉。没事，一个身外之物而已，跟我的命比起来，根本不算什么。对了，打这镯子的材料究竟是从哪儿来的？我找许久了。就上次去集市瞎逛，无意看见的，当时看着别戴就车成了首饰。怎么了？能不能拜托二位再去找找？这石头对我有大用，不管多少钱我都收。小事一桩，这活我们接了。闲事搞定了，该走正经流程了。什么流程？当然是大吃一顿啦！择日不如撞日，决战到天亮！这都没见鬼影子，要不发消息问问？不行不行，他只是个上门女婿，我着什么急啊？不对劲，到底怎么了？莫非我在惦记这家伙？莫非我在惦记这家伙？哟，还认得回路？我还当你魂都被沈家狐狸精勾走，打算直接入赘沈家了。哪能啊！我可是顾家上门女婿，哪有在外过夜不回的道理？要命的是，我的钱票和证明全压在柜里，不搞到手，我不放心啊。算懂林青身份，嘀咕啥呢？没你的事儿。大小姐，出大事了！老爷子病情突然发作，快不行了。这怎么可能？糟了，要是顾家大叔倒了，那我肯定吃不了兜着走。不行，我得去盯紧点。不行，我得去盯紧点。瞧瞧，早提过醒不能找挖煤的吧？你倒好，非找个下等人进门，看把你爹硬生生气到了吧？现在好了，大哥要是咽了气，顾家产业，你连根毛都别想捞到。哎呀，二叔，您快消火，昭昭就是年纪小不懂事儿，咱们多点拨他就好了。闭嘴，段奕晨！忘了赌约了吗？谁给脸让你又出现在这里的？怎么说话呢？你可不能这么过河拆桥。多亏了奕晨请来赫连老神仙续命，不然你爹最后一口气呀，不散了，不散了。顾老爷子病入膏肓，看来只有把人转移到段家，由老朽亲自照看，才可能多熬些日子了。送去段家，那不是把我爸当人质扣我手里了？到了那一步，你们拿命要挟，我还不得任你们摆布啊！那我不过问，反正这是阎王催命，全北图除了我，谁也保不住他这口气。谁在危言耸听？北落蛊毒现处于休眠状态，若要施救，需让蛊虫处于唤醒状态。
我说呢，怪不得这老不死的敢夸海口能治，搞半天是他亲手炮制的，反了你了，陆慈！一个抡镐头的懂个屁看病，这里轮得到你指手画脚吗？滚蛋！是吗？方才这位神医都说人等死了，现在我出头说能治，你们倒急眼了。怎么，这阴招合伙下的？放屁！陆慈，你真能救我爸吗？求你，只要能治好我爸，任何代价我都愿意付。装的再铁娘子，到底也是个涉世未深的丫头。亲爹病危，家族的人又虎视眈眈，也真是逼到死角了。放心，交给我。好，我全压你了。哼，不知天高地厚的狂徒，敢在这里耍大刀！老朽行医半辈子解不开的死局，你行？看你是拿脑袋开玩笑！别小子也敢妄议治病！老朽都判死刑的，你能翻盘？我看你是想出风头，想疯了。那只能证明你是庸医。除了这个，难道还有别的可能吗？你狂妄无知小儿！行，老朽就在边上守着看看，你到底拿什么逆天改命？爹，您看昭昭，居然让个挖土的来给大哥治病，这不是加速大哥死期吗？陆慈，你掂量过后果？不管你什么心思，一旦晨儿没救回来，我定让你陪葬。有数。但愿你的本事能配得上你的狂妄。爹，你怎么老糊涂，让这小子闭嘴？不然呢？难道要看老大半死不活，去人家屋檐下等死吗？天助我也！由他折腾，扎死了顾晨，顾家的产业就唾手可得。届时看顾昭昭还敢不敢在我面前装。弄死他！主子，你看你干的好事，早说过不能让你碰，不能碰，现在出人命了。顾老爷子，事实摆在眼前，早说他是个骗子，结果你看，还不快把这害死顾叔叔的凶手抓起来！都给我让开！他是我名正言顺的男人，我信他，谁要是再敢碰他，我跟他拼命！糊涂！昭昭，都这个时候了，陆慈用意折腾你爹吐血，你还在这护着他？嚷什么？这不没事吗？血喷一床了，你还敢满嘴跑火车？我看你是疯了！那是心脉排出的毒素，好戏现在才要上演呢。垂死挣扎。住手！陆慈，你还折腾不够，非得看顾叔叔断气才罢休吗？给我破！那是啥？我的骨，我的心头肉，绝不可能！我种下的蛊毒怎么会被你给解了？原来是你，这老毒物把我爸害了！我挺过来了，心口舒坦了，也不痛了。这怎么可能？我喂养的命蛊从来没失手，你方才是诚心我出手的。这还用问？赫连先生，你觉得你那点伎俩能瞒天过海？段公子，你难道就不该跟我说清楚怎么回事吗？顾正雄，你这混蛋！我当你请赫连先生是不想贪功，谁曾想，就这狼心狗肺的东西，竟存了弄死你大哥的歹命！段公子，明明是您指使我把毒虫混进大哥死到临头还敢乱咬人，全消停点儿！段公子，我们处理家规，请回吧。那小侄不打扰了。爷爷，明明是段奕晨暗中使坏算计顾家，您干嘛让出去了？难道我看不明白？可你爹刚捡回命，
加上段家有靠山，但你记着，这笔血债早晚有一天要让他们吐出来。明白了。接下来轮到你了。爹啊，我一时贪念中了邪，我是鬼迷心窍了，求您念在我是亲生骨肉，给我留条活路吧。扔进柴房锁死，没我发话，不准放行，不准放行，谁也不许去见。爹，不能绝情啊！晨儿，父亲，我挺过来了。好，人还在就行，人还在比什么强。方才我不能动的时候，周遭听得清楚，你就是陆慈了吧？好苗子，身怀绝技，胆识也够。爹，伯父抬举了，分内之事。痛快！老大脱离苦海，今晚非得大摆一桌庆祝啊！大小姐，你今天灌了不少，早点歇息。我回了。我不许，你哪儿也不许去。姓陆的，本小姐想要的没谁能跑，你凭什么跟我撇清关系？怎么天天惦记着跑路？我把话放这儿，今晚你敢踏出门半步试试？灭灯，老子非得挫挫你大小姐的胃气。慢着点，拿东西离开顾家。你又不是顾家人，何苦把小命丢了？我总得摆平了再走吧。陆哥，你要打听的那种奇特石头有下落了。当真？我这就过去。那我先去办事了。让你瞎逞能。陆哥，芝芝，对了，你提的料子呢？到底在什么地方？今天下午官方顶级拍卖会，那块石头是压箱底宝物，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挖出来的情。够仗义，芝芝，这份人情算我欠你的。口头可不管用，陆哥，你总得拿点诚意犒劳我吧。没问题，随便挑，我都答应。陆哥，你之前治病那手可真绝，陪我买点顶级补品给我爸尽孝呗，我带你去个老字号。这就是靠谱老爹。瞧见没？这可是数一数二大佬的盘子，没得挑吧？人工种植3器，市场估价50元；化学熏制当归，市场估价30元。这柜子里的玩意儿，水分好像有点大。百年护心藤，稀世珍品，3500万。年轻人，编排我们延年堂的东西不入流。霍老，您消消气，这是我朋友陆慈，他是门外通瞎说的。你闭嘴，这位是咱中医界活祖宗，惹毛他可不行。汉代王爵杯，估价880万。我去，拿大几百万稀罕古董当杯子，底子太厚了，还是少一试吧。误会，我就是想打听一下那个啥价钱。娘的，吓死爹了，还以为我狸猫换太穿帮了，搞半天是个土老帽啊！当家的，您何必跟他费口舌？刚才就是这不知死活的东西砸场子，依我看，直接叫人把爪子剁了拉倒。哟呵，蹬鼻子上脸了。霍老爷子，这话代表你的态度。那还用问？跑到延年堂找茬，难道敲锣打鼓送你？今天非让你扒层皮！给我闭嘴！当这是黑店吗？动不动喊打杀！说，我滚后面去！
底下人冲撞了，我赔个不是，但这牌匾容不得污蔑。只要你找出件假货，我当场开250万支票，外加这店过户给你。当真？吐唾沫是个钉。得，看这样子老头是被蒙在鼓里了，那我就不客气清理门户了。陆慈，行不行啊？货老可是白道活阎王，要查出你信口开河，你非进窑子不可。把心放肚子里。成，老爷子，咱们开盲盒吧。你来看看，要是说不出所以然来，老夫绝情饶不了你。老爷子，这是血剑绸吧？真品薄的透光，白的像雪，对着太阳瞧见细微冰纹。呵呵，你小子还有2把刷子吗？既然知道好坏，那你刚才凭什么诋毁我店里的货？毛病恰出在这儿。老爷子，您这儿是合成的假货。什么？把你刚才的话再重复一遍。老爷子您看，这冰纹距离一模一样，还这么白，一看就是流水线模子压出来的次品。这纹路竟然真的是死板的，我怎么会看走眼？小先生，烦请你再长眼看看这颗拼接仿制野山参，估价3000元。脑袋圆，身上的环紧，胡须分明，看起来妥妥有80年老参的特征。万幸万幸，我就说嘛，小先生，依你看，这得值多少钱？估计能卖个大几千吧。我的妈呀！你说什么？难道这玩意儿也不对？可你刚才不是承认具备高年份老参的品相吗？对啊，该有都有。可问题是，这些完美特征是从别的垃圾料切下，用胶水糊在一起的。粘的，居然真的是粘上去的，造孽呀！你怎么会是一堆破烂粘出来的？哎，霍老，您冷静点。哎呀，怎么倒了？这几千块算是废了。几千块？见鬼的几千块！我足足砸了850万买来的。霍坤，你不该给我个说法吗？叔啊，我真不是人，我财迷心窍，你看在我亲爹面上饶了我这遭吧。滚开！你当这是什么买卖？是治病救人的药，你拿胶水粘出的破烂去害人良心呐！叔，我是咱自己人啊！我没你这种亲人。来人，把他给我扔进巡捕房。叔，你不能把我送进去啊！家门不幸啊，出了这种败类。罢了，破财免灾。这位小友，我给你开支票。乖乖，几百万说给就给，也一点亲情不讲，直接送橘子。这老头硬气。那我就厚着脸皮收下了。还有这家铺子，一并过给你。别这样，老板，我就个闲散人，你这金字招牌给我，我可受不起。这怎么行？我要这个破树根就行了。父亲，拍卖会快开了，您站这儿遥望什么呢？看后浪催前浪啊！这只杯子你还没忘吧？哪能忘？那伪装成玻璃的汉代王爵杯，小时候差点被我砸了。等等，您的意思，陆慈看穿了？没错，那小子一进门，眼珠子就在看着杯子。老了，跟不上他们这帮小怪物了。是吗？真那么厉害？好了，你比啥？从小摸爬滚打，商业手段不比他强。咱们去会场吧。那还用说？
可以啊，陆高手深藏不露啊。霍老是北漠商会顶尖人物，你就这样让他死心塌地了？啊？你说啥？哼，啥玩意儿？难道不是吗？捡了根破树枝，就是为了刷好感度啊！原来你是这么想的啊！等会儿，你这根柴火，我的天，你这破烂该不会又是什么神仙味儿吧？没啥，百年护心藤，保守3500万吧。接着吹，懒得理你，我撤了。这年头，老实话反而没人信呢。陆慈，你不是想和华商圈搭上边吗？北卯顶级的拍卖会马上举行了，你有兴趣来吗？去，这种大场面怎么少得了我？总算现身了，我还当你是被迷住了。你清楚我父亲拍了你多久吗？行了，丫头，我也没做多久，再讲了。小陆指不定在外头忙活什么大买卖呢。伯父真犀利，我这宝贝还没亮出来呢，您老就未卜先知了。啥？小陆，你这话里有话啊！你的意思是，就这么一小会儿，你又去哪儿淘换稀罕物了？给伯父，固本培元，对您身子骨有奇效。老天，极品护心藤，拿着钱都买不着的稀罕货。小陆，这礼太重，我受不起。您收着吧，这草药总归是让人服用的嘛。再者，大小姐总不会让我白出血，不是？算你会说话。你前头不是念叨要跟华国商圈攀交情吗？瞧，华国商会扛把子霍延昭老爷子来了。陆老弟，原来你也在这儿。给你认识一下，这是我家丫头青怡。陆先生，久仰。幸会。不是，咱俩分开半天不到，你到底施了什么法术？老爷子怕不是老眼昏花了？这男的像个土包子，哪值得他这么低声下气？陆老弟，这位是北罗响当当的长眼大师倪先生，你们不妨交流心得。霍老折煞我了，在陆高人跟前，我哪好意思拿出来丢人现眼？你老哥这话从何说起？陆大师贵人多忘事，上礼拜沈家那场，您600块破草药卖段家大少2000多万，又切出极品紫玉，那手段，连你老都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。这家伙真有两把刷子，哈哈哈！好小子，真有你的！怎么着？待会儿拍卖会再让咱们开开眼。瞎猫碰上死耗子，纯粹运气。各位，接下来上个热身的小玩意儿，北裸老坑口翡翠毛料，底价60万走起。锁定墨翠毛料，估值1500个 W， 附加罕见能量矿石，价值无法界定。居然还碰上了盲盒大奖！90万，100万，130万，130万一次，130万两次，130万三次，130万三次，成交。陆哥，这堆破石头摆明是边角料，你买它们图啥？话别说太满。你瞅瞅，搞什么鬼？这不依旧是个破烂吗？慢着，这难不成是老坑墨翠？这么大块毫无杂质，随便卖1200个 W。怪不得你买这垃圾，这一倒手就是10几倍暴利。不，我花钱买的其实是这个小玩意儿。啥？这块看着比刚才还像废砖，半点绿雾都不冒，你留它干嘛？见鬼了！透视眼一点动静没有，莫非不是我要找的能量源？
可明明有金光变动。注意了，接下来登场的重头戏——北瓦澜沧市最核心5块宝地开发权，起步价3个亿8千万。搞什么？连地痞开发权都能拍卖？这是人家称霸拍卖界的底气。小陆，你就不纳闷刚那些破烂卖不了几个钱，凭什么号称顶级拍卖会？老爷子的意思是，这场局的杀手锏是这些地皮。一点没错，这地皮牵扯着稀有矿脉和深水大港，今天锤子敲下来，就能定下北某未来大事。懂了，这分明是名利场啊！红色预警：澜沧市23点17分将爆发地震。澜沧市23点17分将爆发地震，2号地皮被海水吞没，商业价值清零。3号地皮受地壳运动将形成天然深水港，预计价值360个亿。我操！刚才那块破石头赋予我的，竟然是预知未来。首先看2号地壁，紧挨海岸线，开发前景深不可测，底价38个亿。40个亿。段奕晨，你这过街老鼠居然敢跑这儿来！我想去哪儿去哪儿。给各位长眼，这位是缅南郑司令，本人带司令的班儿，专门来拿下这块地。就那2号破地，怎么着？2号地皮交通便利，靠近海岸线，我们拍下来是为了军用开发，赚军费。岂是你们能染指的？既然如此，那祝段公子早日美梦成真。这就是你们华国人推出来的大师，一个废物，跟你们商会一样，只会玩弄心眼。哼，北猫这地方谁枪多谁是祖宗。不过敢骂我，今天就让你知道死字怎么写。是吗？可我瞅着司令这身军装全是咱们华国出来，端起碗吃肉，放下筷子骂娘，怕是有点跌份儿吧？你找死！搞清楚状况，这里是拍卖行，不是你们演兵场，轮不到你作威作福。行，我看你们能挺到几时？等我把2号地皮收入昭昭，第一个拿你们顾家祭旗。邓司令，越界了。陆老弟是咱们华国商会的人，你要敢动他，就是跟整个商圈死磕到底。哈哈哈哈！你们算个屁！在这块地盘，老子手里的枪杆子才是通行证。还有往上加的吗？42亿第一次，45亿，55个亿。陆小友，委屈你担这份险了。我没想到咱们商会声势大了，反倒遭了军阀的忌惮，把你也卷进来了。霍老不必自责，我跟那段家本就有梁子，今天正好新账老账一并了了。58亿，65亿。爸，放心吧，2号地块我早就摸了底，保守120个亿，商会理事空投好了，大家都支持我们。好，70个亿，78亿，打住吧，那块破地过一会儿就改名海底龙宫了。霍老头，你以为老子没给你们下手段？爸，澜沧工地暴动，他们动了商会信贷户头，我们的现金流被冻结了。姓陆的瞧明白了吧？这就叫鸿沟。等郑司令拿下2号地皮，顾家和华国商会全得死路一条。是吗？可我觉得连底裤都赔掉的好像是你们。我看你全身上下就嘴最硬，我倒要看你没了商会支持还能翻出什么水花。成交，恭贺段大公子把澜沧2号地皮收入囊中。78个亿，2号地归老子了，陆慈，你败了。算进了路数，还是差了一手。商会这回折在这一关了。霍老，谁说咱败了？
你打的什么主意？霍老敢信我吗？您点个头，咱今儿不但不翻船，还能翻着跟头转。陆慈，你别犯傻，这是地皮买卖，不是赌石，由不得胡来。爸，别莽撞，这决定可压上全商会的命啊！好小子，老夫果真没瞧走眼。你那底气哪儿来的？我摸不透。可你眼里的东西骗不了人。横竖已被逼到绝处，豁出去了，老夫全压你身上。痛快，咱拍3号地。爸，不能啊！3号地竟是塌陷坑烂石屋，连条路都铺不进去，买回来就是一块死地。陆慈，你到底装的什么药？败局已定，现在最该做的是整理后路，免得被赶尽杀绝。下面是3号地皮，底价3亿2千万。4个亿，7个亿，10个亿。这孙子花10个亿买荒地，难不成有什么内部消息？扯淡，他摆明是做戏坑我。这小子怎么回事？真掏真金白银买废地，司令安心吧，他就是表演技，想骗咱们踩雷。那块破地绝对没价值。10亿1次，10亿2次，10亿3次，落锤。3号地皮归这位老板。装的倒是像，我就不信那烂泥坑能刨出聚宝棚来。不过是临死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，坐等他们清算吧。哦，是吗？5、4，你到底耍什么花招？别装半仙儿！跟你们方才耍的把术一模一样啊！你什么意思啊？想找的是这个吧？段大公子，天塌下来了，澜沧突发狂震，海底火山炸了，巨浪倒灌，您那块2号地皮全泡在海里了，直接沉底，一点指望都没了。不会的。陆先生，太好了！3号地皮因为地壳运动挤出了天然深水大港，专家估值起码价值360个亿，你真是活神仙！陆老弟，你真是咱们华轩圈的大恩人啊！感觉如何，段公子？这出好戏合您口味？你一早就摸清了底细是不是？长官，全怪这小子！我狡辩什么？饭桶！你不是在老子面前夸虎口全摸透了吗？眼下到底怎么回事？饭桶！那90个亿是老子养兵的钱，你个居然给掐断了！长官，我托专家查过，绝对是风水宝地，全赖陆慈，是他做局坑我。来人，把这散财童子绑1世了，拉回大营治罪。陆慈，是你把我害的，我化成厉鬼也要拉你垫背。是我拿枪指着你举手的，自己没长脑子，少泼脏水。这笔账先记下，迟早要你们扒皮偷听吐出来！栽了90个亿还有脸废，想熬过月幕简直是做梦。痛快，真是痛快！非但避开祸端，反倒落了个360亿。陆老弟，你立大功了！侥幸罢了，纯属侥幸。不过我赶巧去2号地转悠，就瞧见石缝不对劲。那旁人怎么就看走眼？那是陆老弟你本身有能耐。这位陆老板手段也太通天了吧，竟能提前掐断。掐算什么？这是火眼金睛。华商会这回真捞着宝贝了。陆老弟，全仗你了，家底保住了不说，还进账360个，这份恩商会记一辈子。老爷子折煞我了，大伙同根同脉，搭把手是应当应分的。好一个同根同脉，陆老弟，没成想你身怀绝学，还揣着这份大义。清溪，马上去拟红头文纸，我要宣布，从今往后陆慈便是华商总会的副会长。老爷子，这使不得，我刚进门，哪挑得了这副重担？怎么，是嫌华商会庙小容不下你？
还是心里发虚，怕镇不住场面？话说到这份上，晚辈就厚着脸皮接了，承蒙错爱。爽利，对喽，后生就该这个样。我没记错的话，咱俩头一次碰面还没几个月吧？刚好4个月。当时你拿着火器怼在我下颌上，逼着我跟你领证。出啥事儿了？没啥，只不过感慨日子像飞一样。4个月前你还是矿坑里当狗使唤的苦顾，结果现在你成了咱们顾家都得巴结的华商会二把手。也就那样吧，老天爷赏饭吃，撞大运了。你拉倒吧，段家人算是彻底栽了。待在北洛，你已经安全了。你是不是准备打道回府了？那必须的，我唯一的盼头就是回老家，商会的买卖在哪儿都能遥控。等我交接完赵老师的烂摊子，立马买票走人。你自己滚回去吧，本小姐没空陪你。啥情况？前一秒不还聊得乐呵吗？怎么翻脸比翻书还快？小鹿，可算露面了！竞拍场风波我听说了，你简直绝了。铺子里营收怎么样？没哪个找茬吧？全借了你的光。眼下每个月净落3500个 W， 买卖红火，10里8乡都认准咱们家童叟无面。好歹没白折腾一场，赵老师也算是有了着落。陆慈，有信儿了。当年把你卖到周完贝罗的王硕，眼下在江城区旧厂子里。干得屁亮！我这就过去。赵老师，我有10万火急的岔子去处理，先走了。姓王的，可算逮着你了。陆老弟啊，段公子提起你时，我还当你在外面混得多风生水起呢，弄半天你还是个蠢货啊！搞了半天，全是你们挖的坑，诚心漏风声吊我上钩。没错，你毁了段家基业，抢我地盘，今天我非让你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！段公子，这种安杂事儿哪劳烦您？我跟陆思跑同床异枕，我最懂怎么让他躺。行啊，我倒要开开眼，瞧瞧你用什么大刑来伺候他。老同窗，阔别多日了，今儿我高低得好好给你松松筋骨。谁敢碰他？嘿呦，这不是顾家千金吗？我还寻思你要等姓陆的被削了才来呢。别发疯了，段奕晨，到底要唱哪出？唱哪出？你们狗男女把段家家业连根拔了，抢我地盘，让我被人嘲笑，你还有脸问干嘛？段公子，别，他有喷子！怂包，看到火气又怎样？怕什么？收下不一晨，陆慈现在担着华章会副会长的名头，你敢动他一根指头，你也别想活！当老子如今还怕跟你算后账？甭废话，麻利把顾家半数产业交出来，然后我直飞欧洲。不然，我只好发发善心，送你们俩一起上路。你好，你的条件我应下了，快让他走。放人自然是要放的，但现在太早了。姓陆的，你不是挺能蹦跶的吗？今儿老子要你在旁边看着，我怎么碰你的女人？乐什么？半条腿踏进棺材了，你还敢狂？自然是笑你蠢。
自然是笑你蠢，蠢到家了。你真当我照着情报就撒开手来送死？你话里藏着什么玄机？玄机就是往后瞧。陆老弟，没碰着吧？我一接到信儿就领人奔过来了。放心，段家绑我华商会副会长的事，我已经递到军方高层手里，他们完蛋了，全砸了，彻底玩完了。陆哥，我不是人，陆哥，我不是人，真不是人了，是段奕琛拿刀干我脖子上的，全是他布的局。求你看在咱俩从小一块长大的份上，饶了我这回吧。从小长大的份上，当初亲手把我往死路上推，让我求生不得、求死不能的时候，你怎么没想起来咱俩还有发小的交情？陆老弟，一路顺他，回了国，但凡有个大小事儿，随时给老哥来电。老爷子，北老这一摊子就全仰仗您操持了。真够可以的，费这么大劲，连个送的人影都没见着。放宽心，该到的人迟早会来的。放宽心，该到的人迟早会来的。他也没见着影。别急，别急，来啦！娘，不孝的儿子回来了。你个混世魔王死哪儿去了？你知不知道我满世界在找你啊？妈也真是，才刚回来就给我张罗相亲局，馋孙子也不是这么连轴转吧？王大妈推来的就是你，长相马马虎虎，成吧，我赏你个献殷勤的机会。赏我？对呀，不然呢？我可是独立女性，咋的？不会以为喝口茶我就得倒贴领证吧？哦，那倒不至于。算你识相。对了，你收入多少个 W？ 对了，你收入多少个 W？ 前段在北岳盘了个店，现在每个月进账也就5000。啥玩意儿？5000？万？什么玩意儿？就你月薪5000也配和我相亲？连给我弟买房首付都掏不出，你这底层小卡拉米想啥呢？相亲不该双方看对眼吗？互相看对眼？呸！就你这屌斩，不知眼下光棍多出几千万，不想着无私奉献，哪儿女的瞎眼看上你？瞧不上，是他瞎了狗眼。亲爱的，我晓得你馋，可你也太不挑，这种路边野花也往嘴里塞，这种路边野花也往嘴里塞，就是，也不掂掂自己几斤几两，也配瞎嚷嚷。陆慈，你等着，我这就找王大妈说去。不是，你们一个个怎么全杀回国内了？咋忘了？你可是我男人，我漂洋过海来逮我家汉子，不成啊？少装，我早翻了个底儿底，你们那是假把式。陆哥跟我最般配，这话我得打岔了。陆先生跟我是同胞同众，我们俩才是一路人。不管不管，谁行行好，救一下我！